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10月8号，未经中国政府允许，菲律宾3001、3002号船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船全程跟踪监视，依法采取管控措施，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8号到11号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会议，并对老挝、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在出席本次系列会议前夕，韩国总统尹锡悦对菲律宾展开国事访问，这也是韩国总统时隔13年再次访菲。双方同意加强国防合作，释放了何种信号？来看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在回答有关东亚合作以及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的问题时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东亚地区总体保持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但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面对新形势，地区国家和人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更加渴望实现共同发展，更加需要通过团结合作来应对挑战。8号，东盟外长会在老挝万象拉开本次系列会议的序幕。来自东盟成员国、对话伙伴及域外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国际组织等2000多名代表与会。今年的主题为“东盟增强互联互通和韧性”。据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介绍，会议主题旨在应对东盟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分析指出，除了并不乐观的经济与金融环境外，东盟领导人还将面临化解缅甸危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解决区域经济及跨国犯罪等问题的考验。值得注意的是，东盟系列会议本是解决地区国家共同挑战的场合，但每次都会有一些与会方试图引入地缘政治竞争的议题。据日本媒体报道，该国新任首相石破茂在启程前就宣称要在出席会议期间提出亚洲版北约构想，但东盟国家舆论对此感到警惕。印尼主流媒体雅加达邮报刊文警告，东盟对所谓亚洲版北约的构想不感兴趣。该报直言，这样的构想对东盟来说是一种冒犯，参与这样的军事联盟只会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在8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中国的东盟政策立场。他表示，中方期待同东盟等地区国家一道，凝聚共识，深化互信，加强合作，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携手维护地区秩序，巩固以东盟为中心、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架构，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打破小院高墙，让东亚成为合作共赢的大舞台。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菲律宾在美国怂恿下频繁侵闯中国南海岛礁，美国也不断拉盟友到南海搞演习。外界预计，菲律宾将再次在东盟系列会议上炒作南海问题。但从东盟角度而言，一向呼吁对话解决问题。今年7月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联合声明就强调，防止出现事故和误判的重要性，并呼吁各方避免采取可能使争端复杂化和升级的行动。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吴世存此前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就强调，中国和东盟可尝试在南海地区建立新的安全机制，谈判解决有关争议，这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政策之一。这一政策，这一做法仍然行之有效，仍然中国在继续奉行。但是马克思政府，你可以看他做出的承诺是一回事，兑现不兑现承诺，是不是按照已经形成的共识来执行，是另外一回事。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参加东盟系列会议之前访问了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也是韩国总统时隔13年再次访菲。7号，尹锡悦与菲总统马克思会谈，双方称同意加强国防合作，并将韩菲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韩菲还讨论了南海问题和朝鲜半岛局势。
有分析认为，韩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菲律宾也不是半岛问题当事方，双方就这些事情进行商讨，没有实际影响，但释放出跟随美国印太战略选边站队的政治信号。外界注意到，在尹锡悦之前，韩国总统几乎从不就南海问题表态。中国外交部此前曾回应表示，韩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有关做法无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更不利于中韩关系发展。中方敦促韩方在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尹锡悦这次在马尼拉复述了美国的政治语言，宣称要在南海建立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和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这次韩非首脑称要加强军事合作，也是为了配合美国。过去几年，韩国提供的装备为非海军创下多项历史纪录。2019年8月，韩国将退役的浦项级轻型护卫舰中州号免费送给菲律宾，成为非海军史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护卫舰，将其改名为康拉多亚普号。2020年，该舰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临近海域，被解放军南部战区驱逐。2020年，菲律宾从韩国购买的何塞黎沙号导弹护卫舰交付，成为非海军历史上第一艘具备导弹攻击能力的护卫舰。近年来，在菲律宾军队现代化计划的第3阶段，菲军方正在寻求购买战斗机、潜艇和导弹系统等先进装备，并抛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采购计划。韩国则通过访问、联演和赠送退役武器等方式，加大力度向非武器推销，包括由教练机改型而成的 FA-50战斗机、护卫舰和驱逐舰。还有分析认为，未来韩菲很可能签署访问部队协议。菲律宾目前正谋划与美国多个亚太盟友签订这一军事协议。韩国未来很有可能会继续把自己更先进的这种空战装备，比如说FA-50的进一步的改进型号，甚至于它现在正在研制的这个它自己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隐身战机它把它也作为这个更进一步的装备卖给菲律宾。此外，据菲媒报道，韩菲这次还签署了关于重启巴丹核电站项目可行性调查的谅解备忘录。巴丹核电站是上世纪70年代为应对石油危机而建，耗资13亿美元，于1984年竣工，但1986年封闭反应堆搁置至今。马克思上台后宣布要重启巴丹核电站，但困难重重。外界认为，尹锡悦会否充当巴丹核电站的金主，仍有待观察。有分析指出，在输掉了今年4月举行的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后，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丧失了对国会的主导权，形成了朝小野大的局面。为了挽回自己已经跌至20%的支持率，同时也是为了转移韩国国内的不满舆论，尹锡悦选择第一站就访问在南海兴风作浪的菲律宾。一方面，他是通过这个美日韩的这种3边的军事关系呢，通过这样的加强呢，在美国的要求之下，增强了对于南海方向，尤其是菲律宾的这样一种这个在军事上的这个影响。这个影响呢，包括说可能说双边的这种协议之后，实际上是单方面的，就是韩军到这个菲律宾来参加演习并且呢有可能会去执行一些相关的任务。另一方面，这个韩国可能会在军事上，尤其是在这个军工产品上给予这个菲律宾一系列的这个帮助。